大人，不是上回你就答应了，把这堆酒缸挪开吗？你老不走正门，我把它挪了，我怎么知道你来了呀？怎么还背着呢？没回家？回来，我是想替您做事儿，万一要用得着呢，所以我就随身带着。东西放下，坐吧。哎。多来几个。喜欢银票还是现银啊？银票，银票好藏些。说好的50两。大人，那牛、地，还有您答应的那石头猪呢？让府里人去办了。大人，您真是一言九鼎，爱妻年如子啊！王启良，哎，不说相声可惜了。相声为何？语言艺术。大人如果想让我说，那我可以学。现学就不必了。你若无事，陪我聊会儿闲话。聊什么？聊什么都行，聊到哪儿算哪儿。好，那大人您先聊。成亲多久了？7、8年了吧。女儿多大？未满5岁。什么时候见见？哎，小女顽劣，见人就抓。孩子嘛，活泼些好。大人说的是。司礼里关在什么地方？监察院自家地牢，戒备森严。戒备森严。你会画图是吧？是。监察院地牢出入口，守备情况，帮我画一份。大人，这东西可是都……别管那些，把地牢出入口、守备概况，帮我画一份。大人，历来闯监察院地牢者，皆无活口。画吧。哥，你在吗？你画你的。有时间说话吗？怎么了？我今日去见了太子，我告诉他，我愿为他探查你的一言一行，他并未反对。为何要找他？我想帮你。牛栏街刺杀一事，你险些丧命，现在又将牛栏街刺杀的嫌犯司礼里带回京都。想杀你的人肯定会有所行动。你是怀疑太子想杀我？你来京都时日不长，除了打了太子门下的郭宝坤，其余并无结缘。为了郭宝坤杀我，理由不够。那就是内库财权。这只是猜测，做不得准。所以我才去见了他，想看他对你是否有绝对的杀意。看得出来吗？瞧不出。坊间传闻太子才能不及二皇子，性子软弱。今日所见，他喜形不形于色，神思深藏，并非庸才。这么危险的事儿，以后别做了。哥，我今日去见他，他正在作画，似乎为情所困。何以见得？除了今日之画，他书房里还有许多仕女图，可不曾描上五官，可见他用心极深，又不愿让人知道这女子是谁。可曾听说太子心仪哪家女子？并未听说他与谁家姑娘亲近。不管是谁，以太子的身份，应该不必如此纠结才对。若此人
是风尘中人呢？那也无伤大雅，无非落个风流多情的名声，不必遮掩。若他知道这风流女子是北齐暗探呢？司礼礼，一旦让人知道太子与北齐暗中勾结，东宫便会易主。太子不愿拆穿司礼礼身份，又不能与他亲近，只能将这份心意锁在画中。这剧情太狗血了吧？何谓剧情？哪里狗血？你别管我，你接着说。之后，听说你与司礼礼春风一度，情之一字，最让他疯狂，所以想杀你泄愤，又逼迫司礼礼参与其中，好让你们成为生死之敌，好消除他心中苦痛。你就今天见到仕女图，这会儿就把故事边缘了？未必不可能。大人，大人，这儿呢。大人，图给你画好了啊！我把这个大致的防卫暗哨的位置，我也都给你写下来了。哟，若若小姐在呢。什么图？什么暗哨？哥，你们要做什么啊？你知道我要夜行，下午让我画地牢图时便知道了。为何等我？这钩子用发丝蛛网结成绳索，等闲难断，翻墙越户，最为趁手。我内功特殊，可以游墙，用不着这个。这是迷神香，最适合用于斗士之内。我自幼学读，这东西自己能做。这写棉絮为地，在房顶瓦间行走，利于夜行。你是来卖货的？不卖，送。这不像你啊！大人，闯地牢那是死罪，王某有妻有女，恕王某不能前行。这些东西能帮上些忙也好。收起来吧。别，我还有些物件啊。我若被擒，光凭这些就能查到你身上。言之有理。多谢，别让别人知道见过我。只因他是个护卫，便活该身死。又见面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时间很紧，不多废话，
想杀我的人到底是谁？救我出去。可以，你告诉我名字，我救你出去。你不信我？范公子不如先转头看看。司礼里身为北齐暗探，却与城外勾结。城外的参将死了，应是灭口。由此可见，灭口那人位高权重。如今司礼里重返京都，你猜会发生什么？灭第二次口。监察院已经布下天罗地网。范闲，你踏上天河大街那一刻，我已经接到通报了。所以你把我放进来是想瓮中捉。你等我换个词儿，你是想关门打。你要是想知道真相的话，为什么不自己审司礼里？你才是主审。我？这是他牢门的钥匙，司礼里就交给你了。无论你做怎样的决定，监察院都会支持你到底的。武坚为何要赶我走？你无权无职，对方连参将都敢杀。若是知道你主审司礼里，定会对你不利。明面上让我置身事外，其实是在保护我。那若我今夜不来呢？监察院从此与你无关。你到底什么身份？监察院如此看重你。现在应该担心的是你自己的命运。我就不明白，你为什么那么护着他？院长的意思，你一直跟院长有密信往来，怪不得黑旗来的那么及时。院长几时回京？快了。院长为什么这么看重范闲？不如你自己去问他。袁若海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隐秘？我只是听令行事。大人，暗哨回报，有人潜藏接近。真的有人要灭口啊？你都听清楚了，你的生死现在在我一念之间。我明白。那就把牛栏街自杀的前因后果告诉我。我来自北齐，受命潜藏，有调度京都同僚之权。除了北齐皇室之命，我不受任何限制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北齐皇室要杀我？范公子虽文武双全，恐怕还没这般地位。所以呢？真相是什么？有人发现了我的暗探身份。你露了马脚。并非如此。潜伏在京城外的程巨树，也被此人擒获，密送入京。但程巨树的踪迹，只有北齐的大人物才有权知晓。北齐高层也牵扯其中。不然我的身份是谁泄露的？
之后呢？程巨树桀骜，不受胁迫。那人便来到醉仙居，逼我交出暗探令牌。我若不从，他便会拆穿我的身份。程巨树见到令牌便会听命行事吗？正是。当日我并不知，那人想要杀的人是你。之后听说牛栏街刺杀，我知道势不可为，便收传离京。接下来，就是被你追上了。有一点不合理啊。那个人既然可以活捉8品高手程巨树，为何要多此一举，不来亲自杀我？想必是不便用自己的人动手，怕露了痕迹。你跟那人见面时，是否有人偷听？你怎么知道？当时确实有一女子在窗外发出响动，四顾见那2个徒子徒孙出剑，将其打入流金河。那女子衣袖遮面，未见真容。事后打捞也不见踪迹。又是你，朱大人，严大人，实不相瞒呐，我回来那是取东西来了，没想到啊，现在咱们院里边戒备这么森严，好，真好。你取什么东西？启禀大人啊，我那屋的案几上啊有几本批注行文，那里边这有我藏的银票。行文里加银票？大人有所不知，剑内对王某那搜身搜的是非常的细密，所以王某只能是另辟蹊径了。去他屋里找找。是。你瞧瞧，范闲，别再查下去了。我今天审你的真相，跟任何人都不要说。要是有人问你，你就说你是北齐暗探。那个人胁迫你的事儿，跟谁也不要说。要是有人问起你和我谈了些什么，我该如何回答？京都应该还有其他暗探，给他几个名字，选跟你关系不好的。这就是我今天问出的内容。你隐藏一切，是要保那个人？我要你相信我，如今这座城里，愿意保你性命的，就我一个人。好。哎，这银票就是我的啊。谢谢严大人。王启年，你审得如何？他承认自己是北齐的暗探。这个我们都知道了。这是北齐潜藏在京都的几个暗探的名单。还有呢？就这些。还算有些成效。剩下的就交给我吧。哎，等等，做什么？我答应放过他。你答应？不斩杀，不逼问，不用刑，关在里边就好。范闲，你以为你有做主的权利吗？其实他还真有。院长的意思，司礼里的一切后续都由范闲做主。再磨磨，再磨磨。再磨磨，一定能磨出东西来。院长的意思，我的意思很简单，就把他关在里边，别让别人打扰他。还有啊，我审过他的事情，不能让别人知道。如你所愿。
朱大人，您觉得呢？哎，院长的意思哎。我能带走他吗？随便。走吧，王大人。你不是说不跟来吗？实在没忍住，想过来看看。王启年，你是个好人。大人笑什么？我真是没想到，居然是我给你发了好人卡。好人卡为何物？没什么，今夜无事，可以回去了。大人问出了什么？二公子，怎么样？按照您的吩咐，范闲一过此地，我们便将其团团围住。没想到这小子功夫十分滑腻，我们刚过了几招，他便翻墙而去，我们就没有再追了。废物！下去。是。范闲这小贼，莫不是得了失魂症？锣鼓喧天的来，干净利落的走，他到底要干什么？应该是不想与二哥彻底翻脸才是。这脸已经翻到底了。二哥，这毕竟是陛下所赐的婚约，你毕竟是宰相府的小姐，名义上却无瓜葛。婉儿，你知道爹的身份，他无法与你相认，却一直心有愧疚。我知道，虽然他不能说，但你终究是林家之女，范闲那样的人，他配不上你。二哥，你只是见了他几面而已，为何如此武断？这也是父亲大人的意思。他已经准备奏章，将择机面圣上奏，恳求免除这门婚事。范闲再怎么胡闹，终究改变不了大局。他没可能娶你。刚听说你去找婉儿，来这里做什么？还是上次的问题，那天在醉仙居跟司礼礼在一起的人是谁？你再问我也不会说。那人是林拱。那人是林府的二公子林拱。你的眼睛已经告诉我答案，就是他。你怎么会猜到？一开始听说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我也不信，毕竟我跟他无冤无仇，所以我大致查了一下他的过往，得出一个简单的答案：宰相府二公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太子党羽。所以，这就是你不敢告诉我真相的原因。
叶家有大宗师为依靠，宰相公子对你来说并不可怕，但太子就不同了。若是得罪未来主君，叶家在庆国的地位，只怕是岌岌可危。你自己也知道，太子是庆国储君，不论谁来问起，我都不会承认那天见到的人是林公。我明白，我只是想知道真相，不会让你作证的。范闲，算了吧，这事儿就到此为止。如果没人丧命的话，我也愿意到此为止。程居树已经被你杀了，他不是真凶，可死的只是个护卫。每个人都是这句话，这才是最让我愤怒的地方。我说错什么了吗？那护卫莫非另有身份？没有了，他就是个护卫。这世界觉得他无关紧要，我不喜欢。你不喜欢又能怎样？多谢告知真相。婉儿，好好养身子，别被这些事情烦扰心神。陛下让范闲离开儋州，便是下定了决心。这些事我和爹会处理，所以陛下是不会同意我们解除婚约的，就算是父亲上奏也是一样。总有法子。你放心，二哥不会让你掉进火坑。可我愿意嫁给他。你是被那小子巧言蒙蔽了。他是挺会说话的，有时候还有点不正经，但是他的眼神特别干净。二哥，我不知道你与他之间有什么样的误会，但是他绝不是轻浮之徒。他是什么人已经不重要了。或许他是好人，或许像你说的他很真诚，但是他不该来京都，有很多人在盯着他。什么意思？可我愿意嫁给他。你是被那小子巧言蒙蔽了。他是挺会说话的，有时候还有点不正经，但是他的眼神特别干净。二哥，我不知道你与他之间有什么样的误会，但是他绝不是轻浮之徒。他是什么人已经不重要了。或许他是好人，或许像你说的他很真诚，但是他不该来京都，有很多人在盯着他。什么意思？婉儿，林家欠你很多，有的时候二哥都不知道该怎样补偿自己的妹妹。二哥一直都对我很好，我心里知道。爹很少来见你，是为了大局，为了林家。我明白。可有的时候我在想，连自己家人都保护不了，这个林家还有什么意义？不让你嫁他，是不想你被他连累，我只想保护你。哥留样东西给你，别让他再来见你。
想杀我的是林拱。二公子，为什么？他是太子一党，还是为了内库财权？从来就没人问过我一声，从来就没人问过我一次。不就是想要内库财权吗？我给他就是了，我也不想要。问一句就可以，偏要杀人。你刚才为什么要在皇家别院胡闹？我闯皇家别院，是给他杀我的机会。我看了他的手下，最差的都是7品高手，这个班底足够擒获程巨树了。后来我去找了叶灵儿，从他那儿确认了林拱就是真凶。林拱是太子一党。现在我也没有真凭实据证明太子跟此事有关，暂时复仇的对象只有林拱一人。什么时候动手？我性子急，等不了，就今晚吧。你不是说他身边都是高手吗？那也得去，就为给滕子京报仇？是为了滕子京，但也不仅仅是为了滕子京。还为了谁？若若，你看，这世上最多的就是像这样的普通人，但是总有一些道理，有一些大人物，觉得他们无关紧要。死的只不过是个护卫，这句话我听了太多遍了。若若，我喜欢热闹。我觉得要是没有这众生，就没有秦国，也没有人间。所以我想为了这些人跟这世上的道理斗一斗，告诉那些大人物，他们不是草芥。哥，你只为了他们，不为自己吗？为我自己是吗？林拱跟林婉儿是兄妹，就像我们一样。如果有一天林婉儿杀了我，你还会娶她吗？我知道你想报仇，你心里不服，我都懂你，我也不拦你。但是只有一点你要明白，如果你亲手杀了林拱，你跟婉儿就再也没有可能了。那所以就这么算了，就让滕子京白死了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但必须放弃一样。我知道这很难，但是哥，只能你自己做选择。若若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静静。你二哥下午真这般对范闲，兵刃相向了。我二哥对范闲深恶痛绝，根本就不听劝。你二哥把你看得重，那范闲不顾你清誉，翻墙走院被他撞见，如此反应也算是情理之中。可是我总觉得，我二哥跟范闲之间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？
如果你的亲人和你喜欢的人之间发生了一些不可化解的矛盾，你会怎么选？我不知道。我这样子的身份，与父亲母亲本该避嫌，也不该奢求什么亲情。可是这些年来，只有林拱哥哥对我好。他只要一见到什么新鲜玩意儿，就会拿给我，怕我一个人待在屋里闷坏了。他给了我家人的温暖，他也是真的对我好。而范闲，我本以为我会与一个不爱的人相敬如宾地度过，可是没有想到，命运兜兜转转，竟然让我遇见了他。在我心里，我已经认定他了，所以从感情上，我无法偏袒任何一个人。若他们中间真是有谁做错的话，你会怎么选？我只希望这世间有公道存在。我知道你想报仇，你心里不服，我都懂你，我也不拦你。但是只有一点你要明白，如果你亲手杀了林拱，你跟婉儿就再也没有可能了。虎竹叔，回去吧。林拱策划牛兰杰刺杀，滕子京因我惨死。我知道，我要杀他。你在犹豫？我没犹豫，他要杀的是我，滕子京是为我而死，我必须杀他。你的心已经乱了，这么过去，只是送死。叔，你让开，回去。所以你也觉得滕子京之死无关痛痒是吗？没错。那就这样吧。成长了不少。失于急躁。竹叔，虎竹叔，虎竹叔，哥，你怎么了？虎竹叔呢？五竹叔，儋州帮你那个，没见过。我为什么会在家？你到底怎么了？
你去哪儿？杀林谷。他走了。今日一早，林拱就匆忙出城了。你怎么知道？聂府的叶灵儿来找你，她带来了消息。林拱去哪儿了？他没说。把他杀了吧，不能让人看到我的脸。你们干什么？干嘛？大哥，我的羊！林公走了，是，带了不少护卫出城。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他离开前先去见了太子，之后回府，没过多久便坐马车匆匆离去。此事果然还是跟太子有关。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？我昨天去见了婉儿，和她聊天。你跟她说什么了？你放心，关于林拱的事儿，我什么都没说，只不过是我自己想通了。你愿意作证，将林拱通敌一事告知监察院？不可能，毕竟涉及太子，我叶家不能牵扯进去。那就没办法，光凭司礼里的证词，动不了林拱。我虽不能拿叶氏一族冒险，可也不愿眼睁睁地看着北齐这样危害我大秦。既然你能将司礼里抓获，那么也一定能查到林拱的行踪。我希望你能将他找回来，查清事情原委。若他真有通敌叛国之举，圣上自有决断。多谢告知。下落不明，怎么追？我认识个家伙，善于追踪。走，走。这院子僻静得很，今晚先睡下，明日寻条船南下。是，二公子，此次南下，我们到底要去什么地方？随意走走吧，毕竟只是暂避而已。二公子，京都到底有什么是您要退避的地方？必须自宰相府门前寻起，马车印痕各不相同，自出使处寻觅，方能跟到踪迹。我最近常想，你性子是有些瑕疵，但这样的能力才干，不该在文书之至满意。只是贪图安逸罢了。那就更不应该跟着我了。这些日子我做的事儿都是刀尖上行走，毕竟大人出手慷慨。别拿银子说事儿，那都是托词。你我都明白，你跟着我应该另有缘由。前面就到宰相府了。你不说，我不问便是。我见过你，你是老二的人。殿下何等尊贵的身份，你怎敢如此称呼？下次注意，先走一步。殿下要见你。范某有急事在身，改天到府上赔罪。殿下就在附近。车上坐久了，下来走走也挺好。顺带，我也想想南下的路线。既要出京，有的人也该见见。
二公子，门口有个瞎子要见你。瞎子，可是习武之人，并无真气在身。让他进来。全体戒备，随时出手。你一人去。大人请便。这红楼读了数遍，依然手不释卷，可看过没有？你怎么在这儿看书？这个地方前后通风，很阴凉，正是午间看书的好所在。京都之美不在各家府邸之间，却在这街道墨香之中，别有风味。殿下是觉得我很蠢吗？何出此言？殿下闲来无事，找个地方乘凉看书，偏偏赶上我在附近。你觉得我多蠢才会信这种鬼话？你说的是，我确实是在等你。你可是在寻灵宫？殿下怎知？今日早间，灵公与太子在东宫相见，言谈颇为激烈。书房外隐约间听到你的名字，之后灵孔便草草出京。我在宰相府这等你，果然你便来了。东宫的事情，殿下也知道。我在东宫自然有些眼线。哟，这些话说给我听合适吗？哎呀，不打紧，都是心知肚明的事。我身边也有太子的耳目。还真是兄弟情深，感人肺腑啊！以你这个态度说话的，你还真是第一个人。殿下在这儿等我，就为了跟我说这些？我就问你，你是否在寻灵孔下？是。我也不问缘由，只问你会不会起争执？会。今天早间灵孔出门的时候，带了不少侍卫，个个身手不凡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最差7品。斗得过？未必。谢必安可有一剑破光阴的名号？京都用剑者未有其人能出其右。一剑破光阴，快剑，快剑我知道，顺风。没想到你对剑术还颇有了解。出剑要快，除身形之能外，必要借靠天地之力。顺风出剑，自有不同。这也能聊下去？有谢必安在你身边，我可以斗。殿下为什么要帮我？我欣赏你的才气，况且如若你与婉儿成婚，自可以接手内户。我与你交好也是为了这片产业。殿下话里这份坦荡我很欣赏，不过这次还是不必谢先生同行了。那你自己小心吧。殿下不恼？选太子名正言顺，你不选我，情理所在，我为何要恼？我更看好殿下，而非太子。哎，有时间多见面，不谈国事，谈风月。你是谁？怎知我在此地？灵公。放肆！二公子的名讳岂是你叫的？世事自有始终，你要杀范闲，我便杀你。杀了吧。二公子不用问问他是谁派来的。杀了他，后边的人自然会出现。来了吧。其实我只杀你一人。杀了他！
相之子，太子门下，你有什么想要的、想做的，我都可以给你。先生武功盖世，我可保先生前程似锦。无论怎样要。二殿下对大人颇为看重，确实。那大人不愿归于他的门下吗？那条巷子我前来走过，路上有许多卖货的货郎，还有贩炸糕的铺子。今日他要来乘凉，这些人全部被赶走，一日不得营生。这有何不妥吗？若是人生来贵贱有别，自无不同。好了，前面便是林府。可有把握寻到林拱行踪？今日才走啊，痕迹尚新，找到林拱如探囊取物一般。大人请随我来。石板路啊！石板路怎么了？这石板路压不出痕迹啊！大人，但也并不是没有办法啊。林拱一行人马众多，一定会有人看见。这样，我们沿这条路一路询问过去，兴许会有收获。来不及了，这么一路耽搁下去，恐怕林拱早已经远走高飞了。去哪儿？出城。找。死了。大人，死了。在这里。确实灵公。你怎么知道消息的？不知何时出现在我桌子上的，按着地址寻过去，就找到他了。字迹查得如何？字迹过于工整，很难查。我只是想不明白，
人都已经杀了，为何还要给我们地址让我们去收尸？从林拱的伤口看，或是箭伤。那就查近几日进出京都的剑客吧。杀人者身手奇高，京都内外只有1人有此剑术。谁？二殿下门客谢必安。林拱是太子门下，密奏入宫，请陛下升断吧。也只有如此了。京都纷乱已在眼前。饿了吧？让后厨给你备了点糕点，当夜宵吃吧。你找我有事儿？没有，哥，你这话说的，这不是好几天没看见你了吗？颇为想念。平日里你只喊我名字。是这样，哥，我那铺子找好地儿了，到时候伙计呢就从府上出，用不了几天，咱就能开张。你还记得这事儿？那当然得记得了，这么大银子的买卖能忘吗？哎，哥，你那红楼还写着呢吗？哎，你想咱到时候这铺子起什么名字好啊？你怎么这么看着我呀？我说错了？说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说，你得多写点，别回头。只是昏睡，并无大碍。我问你，昨天晚上你把我打晕了，你去了哪儿？你知不知道，就这么一会儿功夫，他可能已经跑了。我杀了林拱，我跟着他出城，将他杀了。你既然要杀他，你昨天晚上拦着我干什么？因为你没下定决心杀他，你的心已经乱了。谁给你的权利杀他？是小姐给的权利，你做不了的决定，我替你做。总是这么说。你没有决定要杀他，我替你杀。总是这么说。谁想杀你，我就杀谁。你总是这么说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牛栏街刺杀的时候你在哪儿？有人要杀我的时候你在哪儿？牛栏街刺杀时，我不在京都。对不起，不会有下次了。爷，上点吧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这段时间你不在京都，那你去了哪儿？去了次江南。你去江南干什么？小姐的箱子还在吗？我想打开小姐留下的这箱子，只是往事模糊不清。我只记得钥匙该在京都，却记不起具体在何处。钥匙在京都，那为何要下江南？我依稀记得，当年我和小姐在江南谈论过这箱子的事。我想走走当年走过的路，看看能不能记起些什么。有线索吗？有。我现在确认，开这箱子的钥匙有2种可能，要么在宫里。皇宫？是。若有时间，我们搜搜。
说，宫里高手如云，而且您不是说过4大宗师其中之一可能就在宫里？要是不确定他的身份的话，恐怕不好找。若真在宫里，或许就是那个姓洪的老太监。洪四祥？咱们进宫有办法瞒住他吗？应该瞒不住，只能硬闯。要不您还是说说第2种可能吧？或许会在小姐当年住过的地方。有名字吗？太平别院。在哪儿？京都附近。具体位置？记不清了，你帮着找。行，我只能问问我父亲大人了。别让范建知道我回京。好。那先这样，尽快找到太平别院。这些日子我会在京都。你在京都哪儿？说。说。叔啊，下次走的时候跟我打个招呼呗。好。姐，哎，昨晚我为何会睡在你房间的地板上啊？那谁知道？那你知不知道昨晚我曾找过你啊？完全没印象。咱家闹鬼了？到我书房。谁呀？我。我也吃好了。娘啊，自打范闲一来到咱们府上，爹倒是很少找我的麻烦了。无话可说，算不上什么好事儿。娘啊，关键这不是咱们最需要担心的。咱们现在最应该担心的，咱家闹鬼了。真是闹鬼了，怎么养出这么一个儿子？哥，林公死了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不是我干的。不管是不是你做的，小心应对。林公死了，是吗？监察院发现的，昨天死在郊外的偏僻庄园里，杀他的人或是剑术高手。竟有此事！凶手找到了吗？五竹是不是回京了？我很久没见到他了。
这事儿跟五竹叔有关系？我就是随口一问，你去吧。您知道太平别院吗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我听说那是我娘当年的住处。是。我想故地重游，缅怀凭吊。不能去。为何？我说过，你娘的身份不能让人知道。我只远远看着。不行。等你继承内库，尘埃落定再说。父亲，不用说了。那我先告退了。哥，那名字想好了吗？什么名字？咱那买卖呀。哦，那书局啊，叫淡泊书局。淡泊这俩字还有个典故，非淡泊无以明志。行，无所谓啊，典故不典故的不重要。现在最紧要的任务就是你得赶紧写书了。这以后咱们书局开张，书局的前景就全指着你了，别老参加什么应酬。范闲少爷，太子派了人马堵在门口，指明要让你去东宫。太子。范闲少爷，宰相府的轿子已经到了门口，林相爷要见你。林若甫，还让不让人好好写书了？滚蛋！你们先下去。是。应该都是为了林拱之死。林拱之死与我无关，为何找我？恐怕得你去了以后才知道。那我应该先去哪边？丞相林若甫一直跟太子泾渭分明，先去哪一家都会得罪对方。范闲少爷，大内禁军到了，陛下口谕要你面圣。现在不用选了。与我无关，为何找我？恐怕得你去了以后才知道。那我应该先去哪边？丞相林若甫一直跟太子泾渭分明，先去哪一家都会得罪对方。范闲少爷，大内禁军到了，陛下口谕要你面圣。现在不用选了，快去吧，别让圣上等你。终究还是要见。范公子，请跟我走吧，圣上还等着回话呢。就是你，这叫缘分，请。侯公公与我也算颇为有缘。郭宝坤被打京都府大堂上，是公公为我解的围；范某初到京都，也是公公驾的车。换句话说，那天把我送到庆庙，也是有意为之了。回公子，您说的什么？我怎么没明白？我心里记着就好。给侯公公买些茶水。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您家柳夫人当年也是国公之后，常年宫中进出，老奴算是瞧着她长大的，都是自家人，怎好盘剥后辈？原来侯公公跟我家还有这般渊源，那做小辈的当然要懂些礼数。公公莫嫌少就好。不是，哎呀，哎呀，怪不好意思的。哎呀，公子重礼明德，又识才经世，难怪陛下时常提起。陛下提起过我？公子那首七言“万里悲秋常作客”，陛下喜欢得很。敢问公公，陛下今日寻我是喜是怒啊？这神
色平淡，未见动怒。多谢公公提点。既然是这样，那老奴再提点一句：陛下酷爱制作弓箭，他那些东西，公子千万不可乱动。哎，这宫内怎还有蹿高走墙的？嗨，宫内自然是无人这般放肆。公公，我刚都看见了，可能是行刺的，请。行刺？行刺谁啊？当然是行刺陛下呀。那咱们要不要高声示警？不必担忧的，大呼小怪有失体统啊。那陛下岂不是危险啊？放心，近不了身。看公公尤其的淡然自若。这些年行刺时有发生，都习以为常了。时有发生？现如今我庆国威压一世，北齐和东夷城对陛下也是畏之如虎，行刺自然是常事。是你？你真不知道我是谁？不管你是谁，总之你不得踏入正殿半步。陛下在御书房。那天在庆庙的是陛下。刚才死的那个便是刺客，我早就说过，不用大惊小怪的。侯公公，穿盔甲的那位是？哦，那位可是大内侍卫副统领，御前班职宫典宫统领。范公子之前见过？庆庙时对过一仗。哦，宫典可是上八品高手，范公子真是年少有为呀。哎，侯公公，宫典宫统领可有好友啊？那自然是有。怎么了？那这一个一个岂不是都要喊她老公？真会占便宜。范公子，跟我进宫，切记禁忌低头，不可对视。放心，我都懂啊。你瞧，你又来了。公子请。范公子，陛下让你在这候着。好。陛下，陛下，我在外边等着呢。陛下，跪下！跪哪儿啊？陛下，我要跪吗？你想跪吗？心里是不想的。不想就不跪。多谢陛下，不知陛下今日召我进宫，所谓何事啊？
门口的刺客，你看见了吗？见到了。我可不认识啊，跟我没关系。侯公公，跟他说说。此刺客来自北齐，进京第1天，监察院就把名字送到陛下案前了。此人行刺之心，源于去年10月，数月间，相继6人旁敲侧击，为他坚定信念，终于让他下定决心赶来京城行刺。这都能查出来？那6人是我庆国的暗探。哟，那这事儿是谁派人挑唆的？是朕的旨意，监察院办的事儿。所以说，是陛下亲自安排的行刺。以齐国之战，筹谋良久，不可无由啊。这刺客，便是发兵的理由。就是痕迹重了点儿。然而正赶上牛栏街一案，你杀了程巨树，夜审了司礼礼，北齐暗探潜伏京都，这才是伐齐更好的理由。你诛杀凶手，活捉暗探，与国有功，朕封你为太常寺协律郎。几品？8品，倒是不大。谢恩啊！陛下，我本该大礼谢恩，但是您刚说了让我站着，这金口玉言的我也不能抗旨，所以我只能不跪了。林拱是怎么死的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你有杀他的理由？我跟二公子无冤无仇，我哪有什么理由杀他？林拱策划了牛栏街一案，竟然是二公子要杀我！你夜审司礼礼，居然连个名字都没有打探出来？司礼礼真的没说呀，陛下。太子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儿，他要见你。臣冤枉。陛下，太子求见。你想见他吗？陛下做主。回禀殿下，陛下有事交代协律郎，今日里就不见驾了。协律郎？陛下新封范闲为太常寺协律郎。多谢侯公公。殿下折煞老奴了。哼！儿臣告退。陛下，太子行了跪拜大礼。他一向不缺这个礼数。哎，范公子，陛下不愿太子找我，是不想扰了这份清静。一会儿你出门，太子会找你，朕不会拦着。他这一关你自己过。对了，陛下。宰相府今儿一早也找我，莫不是也是问责？林丞相原来不同意你和婉儿的婚事，现在兴许是改变了主意。为什么？你到了林相府，就知道了。林相就不怀疑我跟二公子之死有关？抓司礼礼的事儿是监察院的绝密。那监察院会把这绝密告诉太子吗？不能。那太子如何知道这消息？你以为如何？难道是监察院里已经有人投靠了太子？陛下已会告知我此事，莫不是想让我帮着查？你的意思是朕在怀疑自己的儿子？既是儿子，也是太子啊，陛下。
送协律郎出宫。是，协律郎请。范闲，你自打进宫以来，看似你真诚坦荡，其实字字皆有扮相。你是不是想给朕一个直臣的印象啊？下去吧。陛下真是恩为难测呀！不瞒公公，刚才这最后一句吓得我后背都湿透了。哎呦，我说范公子啊，老奴我从您第一句开口说话，我这冷汗呐就滋滋的没停我。以后啊，您说话就留点神吧。是应该留点神。走吧。哎，那您说这监察院里边是谁给太子报信的？哎呦，我的妈哟！老奴我就是有天大的胆儿，我也不敢议论太子啊。您就悄悄告诉我，不跟别人说。哎呦，我还给您跪下得了。刚才行，我不问了。哎呀，您跪什么呀？你快把我给吓死了。哎。何事？巡医处主办，诸葛大人。通名，袁宏道。等着。可以到里边去等。那得先检查一下你的随身物品。这些是什么？麻烦转告诸葛大人，让我在这儿等他。你先讲清楚，何事求见？我要是告诉你，我怕你性命难保啊！还敢威胁？好大的胆子！都别动！我不走，麻烦请诸葛大人出来。是不是你杀了令公？不是我，我跟那位善于追踪的朋友出师不利，耽搁了时间，连城门都没出去。你也知我家是京都守备，想要查你的出城消息易如反掌。愿有一查。还好不是你，不然我就成了间接害死婉儿哥哥的人了。这身素衣不像你平时打扮，从何处来？林府，带婉儿看看情况。可怜林拱的尸首现在还放在监察院。但愿监察院能找出真凶吧。你怎么来了？若若小姐在家不放心，让我过来候着。
你来的正好，我现在要去宰相府，你帮我跟若若传个话。说些什么？你让他现在去东宫找太子，把我的行踪告诉太子。为何要如此行事？若真是太子指使林拱杀我的话，他一定不愿意看到我跟林相和解，没准会来相府堵我。可就算他来堵了，对咱们有什么好处？太子一旦来了，就是关心过度，林相这种老狐狸必定起义。大人也有做狐狸的天赋。别扯，我是大尾巴狼。何为大尾巴狼？上古神兽。诸葛大人。请问公子找谁？我是范闲，今日早些时候。公子稍等。你是谁啊？启禀殿下，若若小姐到了。臣女范若若，拜见太子殿下。何事寻我呀？殿下，我哥已经离开皇宫，此刻身在宰相府内。继续说。他让王启年传话，说打算对殿下避而不见，还让家里替他遮掩行踪。若殿下此刻前往，正好堵住我哥。我知道了。殿下不去吗？不必要了，我已经把知道的都尽数告知林相。范闲此去，如同自投罗网。林相会怎么做？林相自然是查清林拱之死跟范闲是否有关联。丽丽姑娘，我不会耽搁你太久，我只问你一个跟林拱有关的问题。林拱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不必掩饰，二公子谋划牛栏街刺杀之事，我已尽数知晓。请你听仔细，我想问你的是，范闲夜审时，你有没有告诉他，林拱就是真凶？你是谁？林相门下谋士袁宏道。是林若甫让你来问的吧？请姑娘作答。没有，我没告诉范闲。好，接下来我要测试一下姑娘是否说谎。怎么试？一样一样的试过来。到了最后，姑娘的回答如果依然如一的话，那便算是实情。
姑娘想先从哪样说起？我没说谎，林拱的名字我并未泄露，我可以发誓。莫急莫急，一会儿就好。陈年血迹呀，擦不干净了。我真没有说。这个下面那个是小红，这个这是茯苓，这边还有一个。金星，你不要喂它了，金星每次是最能吃的。哎呀，金星啊！原来如此，别吃了。你叫什么呀？范闲。范闲。你是来我们家寻人的吗？你叫什么？嘘，爹说了要小心万一人，大宝的名字不能随便告诉别人。嘘。我觉得咱们聊了这么久了，我不能算别人。啊？有道理啊。那我告诉你，我叫大宝。好名字。是啊，大宝的名字很好听的。可是二宝不喜欢，他不喜欢我叫他二宝。二宝是你弟弟？嗯，对啊。你怎么知道啊？哎，最近有没有看到他？他一直没有回家，我想他了。二宝还有别的名字吗？有啊，他叫林拱。可是我还是觉得二宝的名字好听，是不是？你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家呀？我有好多问题想问他。你想问他什么？我替他答。真的？真的。我想问二宝，金秀，我想问他什么来着？不急，慢慢想啊。我想问他，请姑娘再回答一遍。没有，林拱的名字我没有告诉范闲。好，咱们先把剩下这几根针一根根的用完，再说其他的。打搅一下，袁先生，正是。此人是我监察院人犯。诸葛大人难道未曾跟您说过？说了。黎将请了圣上口谕，要对司礼里问话。阁下莫非不信？我信，只是口谕说的是对他问话，却没说对他用刑。这话有道理。袁大人问完了吗？也算是问完了吧。那就请吧。也好。这位先生，你的东西送与姑娘，留个纪念。心领了。
谢殿下倒茶。好茶。这是林拱生前送我的。他生前常与我聊天畅谈，聊起天下种种。早听说二公子是殿下门下，那你说他的死，我是不是得查个水落石出啊？殿下怀疑是谁？林拱出城那天早上来找过我，我们聊起京都近况，提到了范闲亲自捉拿司礼礼归案之后，为了掩人耳目，夜审司礼礼之事。之后呢？之后他听闻脸色大变，告诉我牛栏街刺杀是他所为。他要杀我哥，为什么？我亦不知啊。他担心他跟司礼礼的事儿被范闲查出来，所以当日决定出城，等风头避过再回京都。没想到这一去，竟是永诀呀！殿下怀疑是我哥杀了二公子。只要确定司礼礼将林拱的名字供出，那范闲就有杀人动言。殿下不亲自去问司礼礼吗？我已经把我的怀疑尽数告知林相了，询问的事儿还是由做父亲的来办比较妥当。你我等消息便好。好茶。我知道你想保范府基业，若真是范闲所为，我只杀他一人，跟范家无关。多谢殿下。相爷，可见过司礼礼了？见了，也问过。他未曾将二公子刺杀一事告知范闲。说的可是实话？用了些手段，他未曾改口。你觉得他为什么没告诉范闲？此事关联甚广，想必是想借此换取逃生时机。来说范闲审他时无官无职，不说是合理的。倘若范闲不知道此事，就没理由杀孔儿。正是。范老先生再去趟东宫，将结果告知于太子。应尽之意。还有，范闲之事，请先生将我的意思转述于太子。相爷请讲。你说天为什么是蓝色的？因为大海是蓝色的。大海为什么是蓝色的？因为阳光照到海水里面，海水就变成蓝色的。那你说，池子里的水为什么不是蓝色的？因为池子水浅。竟是这般道理。哎，水浅则不蓝。袁先生好。大宝好。范公子博闻多识，让人敬佩呀。都是胡说八道。先生见笑了。相爷在书房等你。书房在哪儿？我知道啊，我带你去，走。爹，爹，我把范闲给您带过来了。
到外边自己玩会儿，我和他有话要说。爹，那二宝什么时候回家呀？爹，那大宝出去了。大宝小时候得过一场病，好了后就变成这样了。人虽然长大了，可心智却如幼童。婉儿一直没有办法回府，又患上了痨病，多亏你医治有方，他的身子才一日日渐好。应该的。未来林家所有的期许，一切希望，都在巩儿身上。他从小就肩负我们林家家门传承的压力，活得并不快乐。可他从未曾叫口，从未曾埋怨过。这是他小时候写的字。那时候我就常和他聊起这朝上六部，文武诸官，便似鸟群，喧嚷争吵无穷无尽。我们林家要想家门传承延绵，必定要从这乱鸟巷中寻住根本。万鸟归林，二公子是想要林氏一族永镇朝堂。这字虽然写得差了些，可豪气还是有点儿。口气狂了，年轻人总是如此。啊，这些也是他小时候写的。二公子年少时的字，已强过范闲不少。林某自出世以来，三起三落，哪怕被关进死牢，也从未绝望过。直至昨夜，听到他死的消息。牛栏街刺杀是巩儿所为。怎么会是二公子啊？相爷要杀我？范某不知何处得罪了相爷啊！看来你真不知此事。不是我要杀你，这件事他是瞒着我做的。那可是二公子又为何要杀我呀？这件事还是太子金晨派人说与我听的。难道是太子？不重要了，你和婉儿还是尽快完婚吧。之后官场，我会尽力辅写。你曾经打过郭宝坤，国家对你的恨意，我也会替你接下。你在范家未尽族谱，也没关系。将来林家产业人脉都会交于你手上。相爷，我还是不太明白。所有的这一切，都只要一个条件。您说，我100年之后护住婉儿和大宝周全，护住我林家一门不受政敌覆灭。应许此时，林家将来会成为你在京都的最强应援。
此事不可交易。你拒绝？不是拒绝，是不可交易。我与婉儿一见钟情，一次次会面谈心，早已将她刻进心里。我若娶她，爱她护她，是我分内之事；我若娶她，林家便与我血脉相连，保住林家，看顾大宝，也是理所应当。我若娶她，定是因为她愿意嫁我，而不是与人交易。林相，您说的我都愿意做，是因为我心中有她。你与我女儿一次次会面谈心，你们什么时候见的？怎么见的？相爷，重点不是在这儿吧？臣女告退。殿下，相府袁宏道袁先生求见。来得正好，消息来了。拜见殿下。林相让你来的。林相让袁某去监察院审过司礼礼了。结果呢？二公子刺杀一事，司礼礼并未告知范闲。殿下，相爷还有一事让我转告。今日之后，范闲便算是林府之婿，往日种种皆已云烟。之后还请太子看在相爷面上，饶过范闲无礼之行。林相觉得是我要杀范闲，林相想什么，袁某不知。